日本战国时期，作为武士家族的几国家诞生了一对双胞胎，这本该是御氏家族兴旺的大喜事儿，却因为弟弟额头上诡异的胎记而被视为不祥之兆。其父亲甚至差点当场杀掉这孩子，但好在被发狂的母亲拼死阻止了，但代价是必须在他10岁的时候送去寺院出家。从那以后，不祥之子被取名纪国元一，整天抱在母亲左腰上，黏着母亲不放；而孪生哥哥取名为纪国延盛，被家族视为继承人培养。虽然父亲没有杀掉元一，但从那以后，两兄弟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所接受的教育，都天差地别。元一只能住在一间矮小的房间里，因为同情他，哥哥亲手做了一根木笛子送给了他。在哥哥延盛的记忆里，元一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笑过，也没有开口说过话。直到7岁那年，看着正在庭院里练习挥刀的哥哥，元一竟然开口说道：“兄长的梦想是成为最强的武士吗？”从他口中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如此流利。随后他又表示自己也要成为一名武士，并在那一刻露出了他第一次笑容。但延盛却只感到了莫名的恶心，因为一个只会黏着母亲撒娇的人，又怎么能在战场上与敌人以命相搏呢？从那以后，元一就经常悄悄跑来跟着哥哥学习剑术。父亲安排的负责传授剑术的老师以玩闹的心态给了他一笔竹刀，随后简单指点了他几句怎样持刀，怎样站立。可就当老师示意他挥刀进攻过来试试看的时候，元一先是一愣，随后面无表情的向老师进攻了过来。只见竹刀在他手里化作一道道残影，眨眼间就击中老师无数次，紧接着一击下盘攻击，老师整个人就被牵飞了。一旁的延盛看呆了，这才仅仅数秒的时间，他无论如何都碰不到一下的老师，就被第一次拿刀的弟弟打倒了，并且是完全的碾压。从那以后，元一就再也没有说过想成为武士这种话，因为他无法忍受那种用竹刀打中别人的感觉。后来延盛不断的死缠烂打，让他告诉自己变得如此强大的秘密，但年仅几岁的元一却说出了一段他完全无法理解的话：对方出手前肺脏会有明显的变化，再观察骨骼、肌肉、血液的变化，就能判断出对方的行动，再做出相应的攻击。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世上所有生物在元一看来都是透明的，他与生俱来的除了头上的斑纹，还有着特殊的视觉以及反应快如闪电的身体素质。原来他一直可怜的弟弟远比自己优秀的多。在延盛的眼里，自己在剑术上的天赋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取得相应的成就。可相较于弟弟这样的举世神童来说，不过是只蹒跚踱步的乌龟罢了。可即便元一有着无与伦比的剑术天赋，但他却丝毫不在意，在他心里，这些剑术甚至都不如孩童的游戏。就这样，那个老师将元一的事情告诉了父亲，不出意外的话，兄弟两人的立场将瞬间逆转。延盛知道这样下去，元一就将继承家业，而他则要代替元一去寺院出家。而就在这时，元一的声音从屋外传来，语气异常平淡地告诉他，母亲刚刚去世了。那句话像晴天霹雳般击中他，可元一却在这时说道：“我要出发前往寺院了，此番前来便是要和哥哥道别。”元一说着，从怀里拿出了那根延盛送给他的木笛子，并笑着表示：“我会将它当作兄长来珍惜的，即使相隔千山万水，我也绝不会因为孤单而沮丧。”说完话，他便将笛子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怀里。但此刻的延盛却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因为一个破烂的笛子就如此的高兴？他的内心还是觉得元一真的好恶心。最后，元一向哥哥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背着那几乎什么也没放的行囊，独自一人离开了。后来从母亲的日记里，延盛才知道，元一是因为察觉到了父亲会转变立场，所以才提前出发前往寺院的。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不想哥哥因为自己而失去梦想，甚至元一连母亲的离世也预料到了，因为母亲早在几年前就因病导致左半身行动不便。左半身左，延盛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元一成天抱着母亲的左腰，原来他并不是在撒娇，而是在支撑着被病痛折磨的母亲。就在那个瞬间，一股嫉妒之火从心口涌出，从那以后，延盛开始打心底里憎恨元一，甚至在心里祈求他赶紧去死吧，像他这样颠覆常理的人就不该降生在这个世上。后来父亲派出使者前往寺院，企图将元一带回来，但却得知元一根本没有去那里，他就这样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但不管他是死是活，总之对延盛来说这是件好事儿。在那之后，延盛度过了安稳的10年生活，成了家，有了孩子。但就在有一天晚上，他所在的队伍居然遭到了鬼的袭击。在那一刻，一道他永远都不想看到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同样是眨眼间就杀掉了险些灭掉他们整支队伍的恶鬼。那个人正是元一。他们兄弟俩时隔10年再度相见，元一为自己姗姗来迟向延盛表示歉意。延盛知道
如今的元一已经成为了一个无论实力和品行都无懈可击的完人。为了获得像他一样的强大实力，严胜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家庭和妻儿，同元一一起走上了猎鬼者之路。后来严胜才知道，在那10年里，元一自创了可以强化心肺，从而提升身体机能的日之呼吸法和与之匹配极强的剑技，并且无论对谁，元一都愿意将剑技和呼吸法传授于他，但却没有人能达到他那样的高度。于是元一便开始结合所有人擅长的领域，帮助他们进行呼吸法的改良。就这样，从日之呼吸里派生出了其他的呼吸法，并且他们包括严胜都逐渐出现了同元一一样的斑纹。虽然实力上随着斑纹剑士的增多，猎鬼者组织越来越强，但没过多久，斑纹剑士们竟然开始接二连三的身亡。调查得知，原来所谓斑纹就是在透支自身的生命力，所以斑纹剑士很难活过25岁。当然，除了天生斑纹的元一。可是得知了自己不久后会身亡，严胜的心理防线逐渐崩塌，最终被鬼王无惨用鬼无尽的生命诱惑，从而背叛了所有人，变成了恶鬼。不久后，元一带领的猎鬼者队伍和无惨进行了惨烈的大战，最终无惨不敌，被元一逼入了绝境。可就在要杀掉无惨的时候，因为哥哥严胜的背叛，导致无惨最终逃脱了，严胜也随之一起逃走了，从此化身无惨手下的12鬼月上弦之一黑死木。而元一也踏上了寻找哥哥的旅程，因为归根结底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了哥哥变成了鬼，他要亲手除掉哥哥。在决战过后，元一将自己同无惨的对决写作书信送去了岩柱炼狱家，却反倒令炼狱家主对他非常失望，以致后代岩柱都很反感日之呼吸的使用者。在寻找哥哥的途中，元一还顺道从鬼的手下拯救了断刀村的先祖，因为其惊为天人的剑术，以至于断刀村的先祖以他为原型打造出了机关战斗人偶元一灵士，并将其使用过的日轮刀藏在了里面。为了更接近他的剑术，村里人甚至将人偶打造成了6只手臂，但依然不能与元一媲美。在那之后又过了数年，元一偶然救下了一个以烧炭为生的普通家庭，男主人乐观积极的态度令元一逐渐和他成为了挚友，他便是灶门炭治郎的先祖炭吉。元一还意外地向其倾诉了自己的内心，告诉了炭吉他只是个连自己珍视的东西都没能守护的一无是处的男人。这些话听着炭吉很难受，明明他这么强大，也救了这么多人，可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不久后，元一将自己的耳饰赠予了炭吉，并因为知道日之呼吸的剑士都遭到了无惨的报复，所以他便将日之呼吸的传承隐秘地融入了灶门家的神乐舞里，让炭吉将自己的意志传承给后代。交代完后，元一便又开始了寻找哥哥的旅程，这一找便是60年。直到那个血液当空的夜晚，他终于找到了哥哥严胜。此时的哥哥已经化身上弦恶鬼黑死木，但他也已经白发苍苍。两人时隔60年再度相见，看着眼前这般模样的哥哥，元一流下了眼泪，并说道：多么可怜啊，兄长。虽然严胜不知道为何弟弟都老成这样了，还在可怜拥有无尽生命的他，但在那一刻，他真的感受到了元一那一股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悲伤。看着风烛残年，早已不是全盛期的弟弟，严胜决定就在这里亲手杀掉自己痛恨的弟弟吧。但就在下一刻，这种想法瞬间从他脑海里消失。只见元一摆出了拔刀的姿态，整个人的气势瞬间变换，就像巨石般压在严胜肩上。元一缓缓说道：我来了。这一瞬间，严胜根本没看清他的动作，脖子就被切开了。这一刀就和当初一样，他完全摸不透元一的实力。为什么他都已经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这恐怖的速度和威力和当初全盛期并无两样。那股嫉妒和仇恨又从严胜脑海里迸发。我恨你，我好想杀了你。但他深信，只要元一的下一刀，他的头颅就会应声落地。但他却再也挥不出下一刀了。元一就这样站着，阳寿用尽，离开了人世。虽然严胜成功活了下来，但这股羞耻感和挫败感令他非常不爽。为了变强，自己都变成了这般丑陋的模样，而元一在老死之前都在狠狠地羞辱他。他愤怒地将元一的身躯砍成了2半，而就在这时，一块被布包裹的东西掉了出来，原来是那根自己儿时送给他的木笛。在那一刻，他想起了元一离开家门时对他说的话：我会将这笛子当作兄长来珍惜。严胜一愣，他这一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的？住口！别再说了，我恨你！眼泪夺眶而出。就算之后又活了几百年，家庭妻儿都想不起来了，但在他脑海里，那张面孔永远都忘不掉。你就像独一无二的太阳那样，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人们，即使会受到你的炙烤，但也依旧向你伸出双手。好了，到这里《纪国元一传》就全部结束了。即便太阳般的元一已经身亡，但他的意志还留存在世间，炭治郎将会把这份意志继续传承下去。
整个篇章麒麟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梳理，并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细节方面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讨论。如果本期视频反响还不错，麒麟或许还会更新其他人物的传记，例如鬼灭之刃的其他角色，又或者火影、海贼、我的英雄学院等等等等，诸多大家喜欢的角色。想看谁的传记，记得在评论区告诉麒麟哦。需要 BGM 的可以关注麒麟同名网易云，也可以扫描上方二维码加入麒麟的交流群，便能获得最新的视频更新消息。最后感谢所有支持麒麟的小伙伴们，你的关注加3连就是麒麟最大的动力。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